除了区域冲突，欧洲内部也是暗流涌动。当地时间9号，被认为是史上最重要的第10届欧洲议会选举落下帷幕。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中间派仍取得最多席次。然而，极右极左阵营的席次明显增长，对法德政坛冲击较大。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即宣布解散法国国民议会，被认为是一场豪赌。外界担忧极右翼势力是否将带动欧洲政治整体右转，新一届欧洲议会又将如何影响中欧关系？5年一度的欧洲议会选举于当地时间6月6号至9号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举行，这也是英国脱欧后首次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9号，德国、法国、意大利等21个欧盟成员国举行投票。此前已有荷兰、爱尔兰、捷克、拉脱维亚、马耳他、斯洛伐克6个成员国完成了投票。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于9号晚陆续公布各自投票结果。在欧盟内，欧洲议会是唯一一个由成员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机构，因此选举也被视为欧盟民意的风向标。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持中间立场的复兴欧洲党团以及绿党和欧洲自由联盟组成的党团所获议席减少幅度较大，欧洲议会向右倾斜明显。目前来看呢，那么欧洲多国已经出现了这种极右翼政党参政，或者是甚至是主政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很多的极右翼政党它无法实现它依靠本人的力量单独的进行执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它需要在很多的这个政策主张的理念上与其他政党进行一个协调，也会一定程度上限制它的这种过于激进的主张落地。欧盟多国选民对极右势力的支持震撼了传统中间派主导的大国，更是直接冲击了法国政坛。根据法国多家媒体9号晚公布的出口民调结果，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获得超过31.7%的选票，在法国政党中得票第一。执政党复兴党仅获得14.9%的选票，远低于极右翼政党。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即在电视讲话中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于6月30号和7月7号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的2轮投票。他直言，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对于捍卫欧洲的政党来说不是一个好结果。J'ai décidé de vous redonner le choix de notre avenir parlementaire par le vote。从日程表看，巴黎奥运会将于7月26号开始。在奥运前3个多礼拜，马克龙需要进行2轮国会大选，在如此短暂而激烈的选举中，从国民联盟手中收复失土。反对党大多持批评态度，指责马克龙采取了鲁莽举动。还有数百名左翼、绿党等政党支持者9号晚集结于巴黎共和国广场，表达对欧洲议会选举结果的不满，指总统马克龙提前大选是危险的赌博。在本届欧洲议会选举中，欧盟多个成员国的右翼政党表现强劲，支持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美联社称，在欧盟27国中人口最多的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达到创纪录的16.5%，较2019年增加了5个百分点以上。相比之下，德国执政联盟3个政党的总支持率刚刚超过30%，以单个政党计算的话，更是无一党得票率比得上选择党。美联社形容，舒尔茨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夜晚，因为他领导的社民党取得的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成绩。国际媒体关注欧洲议会右倾趋势，以及对欧盟未来推行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路透社分析，欧洲议会若是向右转，可能导致涉及欧洲安全、气候变迁以及中国和美国产业竞争等议题的新法案更难以过关。不过，对欧盟持怀疑态度的民族主义政党究竟会发挥多少影响力，也要看他们彼此之间能否克服分歧、携手合作。美联社指出，欧盟过去数十年的历史中，强硬右派大致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如今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大有斩获，对欧盟未来的移民、安全与气候政策将有更多话语权。需要指出的是，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持续、美国大选前景不明的背景下，欧洲正面临着重大的地缘政治风险。法国最新一期的《快报周刊》和《观点周刊》的封面专题均特别点出欧洲面对的外国影响力行动的威胁。德国媒体则关注到，尽管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然而却在对华政策上能取得共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都倾向于中国。对于中欧关系将如何变化，外界存在不同声音。有分析认为，对于中欧经贸关系而言，
极右翼和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可能会使欧盟在对华政策上进一步保守化。此外，无论冯德莱恩连任成功与否，欧委会大概率也不会大幅度调整去风险的对华政策。还有分析则认为，此次欧洲议会选举短期对中欧关系改善的影响预计比较有限。欧洲议会选举在不出现政治势力根本变化的基础上，不会改变欧盟对华的定位和基本认知。好，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方面最近舆论战打得火热，先是号称首次使用战斗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还击毁了俄罗斯最先进的苏-57战机，但俄罗斯方面却轻描淡写地回应，苏-57战机并没有受损。俄总统普京针对乌方越境打击的行为警告，可能采取不对称回应。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报道，乌克兰国防军于10号晚在临时占领的克里米亚领土上，精确打击了战科伊附近的一套 S-400系统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和叶夫帕托里亚附近的2套 S-300系统。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乌克兰发射的导弹没有被俄罗斯防御系统拦截。袭击发生后，俄罗斯军队立即关闭了 S-300和 S-400系统的雷达，克里米亚大桥也暂时关闭。目前，俄方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乌克兰方面9号称，乌克兰军机首次袭击俄罗斯领土上的目标，这次袭击是针对俄军在别尔哥罗德地区的一个指挥所。该地区9号曾3次发布空袭警报。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援引乌军方消息人士称，这是乌克兰空军对俄境内目标发射的第1枚弹药。目前尚不清楚乌军飞机使用了哪种类型的弹药，以及是否是西方制造的武器。报道还称，此前乌克兰一直使用无人机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此次使用战机进行直接攻击，可能被俄方视为态势升级。除了越境打击行动成功，乌克兰还声称攻击了俄罗斯最先进的苏-57战机。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9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一架俄罗斯苏-57战机首次在乌方的袭击中受损。乌国防部情报总局称，卫星照片显示，一架停在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阿赫图宾斯克机场的苏-57战机8号在乌方发动的袭击中受损。该机场距俄乌冲突前线580多公里。乌方说，这架战机7号还完好无损，但8号的卫星照片显示，爆炸造成战机受损，而且飞机附近有起火痕迹。俄罗斯方面熟悉特别军事行动的消息人士表示，这架飞机并没有受损。俄方消息人士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8号晚确实试图用3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阿赫图宾斯克军用机场，但是所有无人机均被防空火力摧毁，其中一架无人机在空中解体，其部件掉落在停机坪上，因此造成了卫星图像上的痕迹。俄方称，机组地面和机组人员无人受伤，技术人员也未发现飞机受损情况。根据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的数据，苏-57的价格估计在3500万至5400万美元之间，因此也有俄罗斯军事博主提醒军方应该建造专用机库来保护苏-57。虽然俄方否认苏-57受损，但该消息还是让美西方媒体欢欣鼓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如果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的报道属实，这标志着乌克兰的低成本无人机在摧毁俄罗斯高价值资产方面的又一次成功。这次袭击还给俄罗斯带来新的担忧，也就是如何保护远离战场的基地。苏-57是俄罗斯首款自主设计并制造的第5代隐形战斗机，也是俄军现役最先进战机。为了防止被美西方窃取机密，苏-57战机信息鲜少对外披露，外界至今不掌握俄罗斯空军服役苏-57的确切数量。为了扭转俄罗斯的空中优势，乌克兰正急切等待着西方盟友提供的首批 F-16战机的到来。美国新闻周刊分析认为，虽然 F-16可以丰富乌克兰的防卫能力，增强可靠性，但是苏-57先进的隐身能力构成强大的挑战。据国家利益双月刊报道，属于第5代战斗机的苏-57可与地面雷达同步行动，使其对阵第4代战斗机时具有先手优势。近期，乌克兰得到大量北约国家的军事援助。荷兰国防大臣奥隆格伦此前表示，将在今年向乌克兰提供首批 F-16战机，并允许乌克兰通过其提供的 F-16战机越境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丹麦也表示，已允许乌军使用 F-16攻击俄本土。丹麦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9架 F-16，首批5架计划于本月抵达。
据俄媒9号报道，俄罗斯弗列斯公司承诺为俄军击落第1架西方计划向乌克兰援助的 F-16战斗机提供1500万卢布，约合122万元人民币的悬赏奖金。报道说，该公司总经理谢尔盖·什莫季耶夫说，除了 F-16战斗机的悬赏令，摧毁西方国家的援乌坦克也有奖金。我们为第1辆被毁的坦克支付了500万卢布，之后的每辆坦克是50万卢布。俄军事专家伊万科洛瓦诺夫认为，俄罗斯所有现有的空战手段都能拿下 F-16。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指挥官谢尔盖·戈罗布佐夫表示，为了保护 F-16战斗机免受打击，乌方决定将合作伙伴未来交付给乌克兰的部分战机驻扎在乌克兰以外的外国空军基地。西方一直坚称自己不是俄乌冲突的一方，但却屡屡突破红线。塔斯社等多家俄媒9号关注了美方人员关于俄乌冲突的言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证实，乌军已经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主持人在采访中提问称，近日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授权乌军有条件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打击俄境内目标，这是否在战场上产生了影响？对此，沙利文回答 And it simply didn't make sense not to allow the Ukrainians to fire across that border to hit Russian guns and emplacements that were firing at the Ukrainians. So the president authorized that. The Ukrainians have carried out that authorization on the battlefield. Now, Kharkiv is still under threat, but the Russians have not been able to make material progress on the ground in recent days in that a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Ukraine in holding the line and pushing back against the aggressing Russian forces. 对于沙利文上述言论，俄罗斯报纸报称，白宫承认乌方已经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打击俄境内目标。对于西方放松对乌使用武器的限制，俄总统普京此前警告，可能采取不对称回应。Если они поставляют в зону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и призывают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по нашей территории это оружие, почему же мы тогда не имеем права делать то же самое, зеркально на это отвечать? Мы пока не поставляем, пока, но мы оставляем за собой право это делать т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 либо даже каким-то легальным структурам, которые испытывают определенное давление на себе,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оен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面对乌克兰近期在哈尔科夫战场的颓势，美西方正加大援助力度。除了放宽武器使用范围，还准备提供更多资金援助。但并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支持这样的做法。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表示，美西方试图复制冷战经验，不断为乌克兰提供支持，以期击败俄罗斯。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称，美国准备向乌克兰提供近500亿美元贷款，并以冻结俄罗斯资产的利润为担保偿还，前提是要求欧洲无限期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欧尔班对此表示，美国这一所谓的伟大计划却需要全欧洲来负担。Viszonylag friss hírt, az amerikaiak azzal a remek indítvánnyal házalnak, hogy akkor ők adnának újra 40 milliárd dollárnyi kölcsönt Ukrajnának, és mi európaiak viszont garantáljuk, hogy az ukránok ezt vissza fogják fizetni, tehát vállaljunk rá garanciát.